一份声明，普京欠下了中国一份人情，关键时刻稳住了桥头堡。大家好，我是肖云华。随着拜登不断向乌克兰施压，俄罗斯国内安全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只用一份声明让普京欠下了一份人情，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外交部获得的消息来看，这几天来华访问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中国领导人一同发表联合声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被正式确认为了中国外交领域最有含金量的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中国与白俄罗斯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是外界最为关注的，尤其是关于部件和原材料领域的联合生产。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全工业生产煤类的国家，有什么东西需要横跨欧亚大陆到地球的另一边找白俄罗斯合作呢？也因此外界始终怀疑白俄罗斯这一趟是来求救的，其结果就是中国帮助白俄罗斯升级部分军工产业链。至于白俄罗斯这些新增产值能去哪里了，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坦白地说，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白俄罗斯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它本身和俄罗斯的关系决定了它是西方的眼中钉，是必定针对的对象。地理位置上，它又处于俄罗斯延伸向欧洲的关键桥头堡，如今又处于俄乌之间的最前沿。一旦战争升级，白俄罗斯势必卷入其中。俄罗斯如今自顾不暇，白俄罗斯能做的只能是自救。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尴尬表现，动摇了白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选择。实际上，此前中国和白俄罗斯的关系虽然不错，但并没有开展过一些关键性的合作。这次直接提升到了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始终不敢承认自己的衰退，对中国这个战略上的朋友接触自己曾经的势力范围，其实也是保持戒心的。俄罗斯长时间的衰退，对势力范围的维护是捉襟见肘、有心无力的。这个问题不光在白俄罗斯的合作上，也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上。因为基于美国和西方的威胁，中国和俄罗斯是不得不走在一起的战略伙伴。但俄罗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个合作其实是非常纠结的。他既想要和中国深化合作，又觉得西方会放自己一马，怕中国算计到俄罗斯。因此，这种非长期的战略规划其实是把俄罗斯给自己坑了。当前的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俄罗斯对西方的战略误判。直白点说，中国这一次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声明其实是帮助普京稳住了自己的大后方桥头堡。所以从俄罗斯当前的处境来说，普京欠的这份人情还是很重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